穆罕默德的噩梦中，眼睁睁看着弗拉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感觉到冰冷的刀刃刺入自己的身体。将死之时，忽然，营地里传来的警报声让穆罕默德惊醒过来，来不及缓神，忙着抽刀奔向帐篷外。营地外的树林中窜出一支袭击小队，这些人手握弯刀狂奔而来，全都戴着兜帽，看不清面目，不像正规军。一群人一转眼就冲进了营地，其中一个直扑向穆罕默德。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拉杜一只飞羽为穆罕默德解了围，这似乎间接地证明了他的忠诚。而这一切都被趁乱混入营地的弗拉德看在眼里。一通厮杀后，这些奇怪的偷袭者撤退了，留下的尸体都清一色是腐烂的脸，看起来像麻风病人。后人对于1462年奥斯曼帝国入侵瓦拉吉亚的历史记录以及传说有很多版本，其中一个记载，弗拉德为了阻拦奥斯曼大军的前进，派出了一支由监狱囚犯和病人组成的队伍。这些携带结核病、鼠疫、麻风病等传染病的特殊战士，几乎是一群行走的智能生化武器。弗拉德的这些生化武器一旦得手，将对长途远征的奥斯曼大军造成致命的打击。清晨，他们把这些麻风病尸体集中焚烧。手下认为苏丹留在这儿风险太大，但穆罕默德坚持要自己亲手解决这个从小一起成长的对手。14年前，已经是少年的穆罕默德和弗拉德还稚气未脱。穆罕默德带着这个和自己岁数差不多的伙伴偷跑到藏书阁，从书堆里找出一本《伊利亚德》，他想通过这本书来占卜未来的命运。占卜被伊斯兰教严令禁止，因为试图揣测神的想法是对神的大不敬。但叛逆的穆罕默德完全没把这事放在眼里。这种占卜的方法就是找一本书，随机地翻开其中一页，眼睛停留的那一行文字或段落就是对未来某事的暗示。穆罕默德闭着眼翻开了书，随机找了一段：苟安必坠无名种，拼搏中流万事明。这正应了少年穆罕默德的所思所想。他得意地把书推给弗拉德，弗拉德找到的那句话是：我恨他入骨，其人口蜜腹剑。这令一旁的穆罕默德顺感不安，质问弗拉德自由后是否会继续保持忠诚。弗拉德毫不避讳地表示自己会忠于自己的祖国瓦拉吉亚，如果这不合奥斯曼王子的心意，自己也不介意兵戎相见。穆罕默德威胁道，背叛之日就是弗拉德的死期。这段记忆似乎就是14年后的真实写照。随着奥斯曼大军越来越接近瓦拉吉亚的首都，弗拉德的突袭次数也越来越频繁。这天，穆罕默德接见了一个有着悠久家族历史的波雅尔，此人名叫卢卡勒里斯。穆罕默德把他介绍给拉杜，此人告诉拉杜，他是那次弗拉德针对波雅尔大屠杀的幸存者。弗拉德毫无外交手段的统治，让瓦拉吉亚卷入战争中。这不仅中断了富商贵族们的生意，也让田地荒弃农民逃亡。大家都反对弗拉德的统治。他作为波雅尔，对那次晚宴后的屠杀还历历在目。那些被穿刺的冤魂至今还无法安息。拉杜为哥哥解释道，也许那次屠杀只是为了防止背叛。这句话像耳光一样扇得这位贵族脸疼。卢卡勒里斯脸一黑，也不兜圈子煽情了，直接开了条件，只要拉杜杀了亲哥哥弗拉德，那么自己的家族会放下仇恨，支持拉杜登上领主之位。但如果失败了，那么哪怕是弗拉德亲弟弟，也会和自己这个波雅尔一起被挂在首都特尔戈维什泰的城墙上风干。说完转身而去。拉杜转身就一脸不爽地告诉穆罕默德，这些波雅尔是杀死自己父亲和哥哥的仇人，说什么也不会跟仇人合作。但穆罕默德直言道，这些波雅尔的弱点就是爱财如命，有弱点的人才好控制。奥斯曼可以帮助拉杜抢到王位，但要坐得稳，少不了波雅尔的支持。瓦拉吉亚 （Walaysha） 是历史上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一个公国。其领土大致相当于现今罗马尼亚的南部地区，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多瑙河以北。1859年，瓦拉吉亚与摩尔达维亚合并，形成罗马尼亚联合公国，即现代罗马尼亚的前身。波雅尔是瓦拉吉亚的贵族阶层，类似于东欧其他地区的封建领主，他们拥有世袭土地、
并在政治、军事和司法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按照穆罕默德的逻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波雅尔就是推翻弗拉德的内应，但这对拉杜来说简直太残忍了。接着，穆罕默德就向拉杜说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自己会率大军继续向都城前进，而拉杜则带一队人去抓住弗拉德心爱的女人安娜塔西亚公主，利用她把弗拉德引出来杀掉。拉杜稍稍迟疑了片刻，便爽快地答应下来。拉杜的爽快真是很让人疑惑。也许我们能从14年前这兄弟俩还被滞留在奥斯曼宫廷的时候找到一点蛛丝马迹。1448年，奥斯曼王室决定放弗拉德回国争夺王位，但拉杜的去留还悬而未决。犹豫的拉杜来找王后马拉，诉说他对自己前途的担忧。论责任，他应该回国帮助哥哥争夺王位，可他担心自己的王子身份会成为将来哥哥杀死自己的理由。而如果留下来，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两头为难的境地，终有一天会面临选边站队的结果。看到这，要说这个孩子还真是思虑很深呢。按理说，拉杜的去留应该是老苏丹决定的，他自己的意愿根本就没有作用，但这里却似乎把去留变成拉杜自己的决定。马拉安慰拉杜，称自己出嫁奥斯曼皇宫时，与此时的拉杜年岁差不多。试想，一个基督教公主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其孤独无助不亚于现在的拉杜。面对自己无法改变的命运时，那就坦然接受，遵从内心的直觉。奥斯曼皇宫虽然与拉杜毫无血缘关系，但自己和穆罕默德都把她当家人，这里会给拉杜提供保护。要说这个马拉公主，生在皇室家庭，从小对宫廷斗争耳濡目染，又小年纪嫁到奥斯曼后宫躬行实践，从老苏丹妻妾成群的后宫脱颖而出，成为新苏丹穆罕默德2世最信任的人。奥斯曼后宫最有权势的女人，她靠的绝不是运气，而是缜密的心思和精明的谋划。所以，她要说服一个纤弱少年，确实不是什么难事。于是，在弗拉德动身的那天，送行的却是穆罕默德。拉杜留了下来，甚至他都没有出面送行。弗拉德此行是带着老苏丹给他的军队前往瓦拉吉亚夺回王位的。少年弗拉德对于讨伐那些杀死父亲和哥哥篡位的贵族们深恶痛绝，而他对奥斯曼的支持也并不是很感激，甚至显露出一种明知被利用又不得不勉强臣服的不甘心。随着奥斯曼大军离首都越来越近，弗拉德突袭也越来越频繁。他为了阻止奥斯曼大军在沿途找到补给的焦土政策，也让他自己陷入无粮可寻的境地。而且频繁的攻击意味着更大的战损，可匈牙利的援军迟迟不到。最新的消息只是边境有几个匈牙利侦察兵的身影。弗拉德愤怒不已，因为奥斯曼人的大炮将会在第2天向首都特尔戈维什泰的城墙发动进攻。失去首都就等于失去了这个国家的控制权，可他没料到他将失去更多。拉杜带领的绑架小队来到波伊纳里城堡，弗拉德带走了大部分军队，这里只留下一支小队负责安全，他们根本不是奥斯曼人的对手，很快就被攻破大门。安娜塔西亚无处可躲，他指责拉杜是来争夺亲哥哥的王位和妻子，拉杜当然不承认，也许是为了让安娜塔西亚放弃抵抗。他表示哥哥弗拉德已经战死，哪知道这一句话让安娜塔西亚公主彻底失去了希望，转身跳下高塔殉情了。这剧情倒是和吸血鬼德古拉的变身过程相似，就是不知道拉杜为何这么说，动机不明。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前线的弗拉德耳中，悲愤交加的他杀死了传信者，他失去了最心爱的人，也即将失去了他的祖国。有传说，这位安娜塔西亚公主是摩尔达维亚的公主，她是著名的斯特凡大帝摩尔达维亚大公的妹妹。这位斯特凡大帝的故事也非常精彩，后面有机会再说。安娜塔西亚公主是弗拉德的妻子，她和弗拉德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拉杜以前也是，但拉杜在奥斯曼期间皈依了伊斯兰教。弗拉德在得知爱人殉情后痛苦欲绝，回忆起3个星期前2人分别前的夜晚，安娜塔西亚送给的一个木质小人像，这个代表着永不忘记的信物，让弗拉德在神的面前发誓要复仇。他改变了既定的战斗策略。
绑架失败的拉杜回到奥斯曼军中复命。安娜塔西亚公主跳河的结果令穆罕默德愤怒不已，他甚至开始怀疑拉杜的忠诚。不仅仅是拉杜没有完成绑架任务，还因为在拉杜前往执行绑架任务时，军官在拉杜的帐篷里搜查到他哥哥弗拉德的封印，这让穆罕默德开始严重怀疑这个当弟弟一样看待的瓦拉吉亚人的忠诚。他是不是一个伪装极好的双面间谍，亦或就是他哥哥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内应？与此同时，得知王后古尔巴哈和王子显被刺杀，马拉忙着从匈牙利赶回奥斯曼帝国的皇宫。他安慰受惊的古尔巴哈，并承诺自己会抓出这个躲在后宫里的奸细。在之后的宫廷活动中，他处处留意，很快就发现有个侍女在宫中鬼鬼祟祟，甚至在深夜，他还找借口前往古尔巴哈的寝室。于是马拉迅速安排人抓住了这个可疑的宫女。在他试图隐瞒自己来自瓦拉吉亚时，马拉已经确定他就是那个间谍，于是扔下一把匕首，要求他吃下他亲自投了毒的食物，或者用匕首自裁。奥斯曼大军已经兵临城下，瓦拉吉亚首都的城墙屹立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穆罕默德安排着即将开始的攻城大战，同时询问起匈牙利的动向。将军报告说，只发现了一些巡逻兵，他们一暴露就匆忙逃遁了。有可能是刺探消息传递给弗拉德，也可能是为了大部队的来到搜集情报。穆罕默德认为不需要去关注他们，眼前的攻城之战需要专心应付。而与此同时，弗拉德向自己的将领们宣布自己的决定，他决定对身处奥斯曼的大军中的穆罕默德开启刺杀行动，而此次刺杀需要一场夜袭作为掩护。这也是弗拉德所有的军队倾巢而出的一次战斗。他把部队分为2支队伍，身着奥斯曼耶尼切里军团的军服，成夜杀入奥斯曼人的军营，目标是引起混乱，为刺杀穆罕默德提供机会。那么摸清苏丹的帐篷以及守卫的人数就是眼前最重要的。10年前，此时的老苏丹刚刚驾崩，穆罕默德即位，弗拉德匆匆来见苏丹，希望得到穆罕默德的军队支援，正得王位。可他还没见到苏丹，就被大臣奚落了一番，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弗拉德倍感郁闷。当他见到穆罕默德带着大臣们进来时，他马上向前想给穆罕默德一个兄弟间的拥抱，但马上被苏丹拒绝了。穆罕默德坐到王位上，示意弗拉德在正式场合要用正式的文手礼。穆罕默德旁边站立就是弟弟拉杜，多年未见得两兄弟倍感生疏。弗拉德虽然很不情愿，但依然照做了。他向穆罕默德说明来意，穆罕默德遣退身边的大臣，直接告诉弗拉德自己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所以他没有富裕的部队可以借给弗拉德去争夺王位，但他也答应在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可以出手帮忙，只要弗拉德有点耐心和忠诚。这一番肺腑之言在弗拉德听起来就是敷衍和托词，因为他根本不看好穆罕默德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成功拿下君士坦丁堡这句话约等于天方夜谭。此时的弗拉德还是希望再争取一下，他不惜放下一向的骄傲，向穆罕默德承诺忠诚来交换援助。而穆罕默德认为弗拉德本来就应该对自己忠诚，要不是自己相助，当年弗拉德就不可能被释放回去。此话一出，令弗拉德倍感失望和羞辱。也许正是这次碰壁，让弗拉德彻底对穆罕默德失望了，从而转投匈牙利的阵营。奥斯曼军营里抓住了一个弗拉德安排来的奸细，穆罕默德和将军们连夜对这个奸细进行审问。为了从他口中问出其他奸细以及弗拉德的作战计划，苏丹一边威胁，一边承诺用大价钱收买。而拉杜会瓦拉吉亚语，所以由他充当说客。拉杜以为在场所有奥斯曼人都不会瓦拉吉亚语，因此他压低声音告诉此人自己是弗拉德的弟弟，他想帮助哥哥，询问间谍怎么传递消息给弗拉德。而此人也毫不怀疑的就把方法告诉了他。这一段情节真有点降智了。然后奸细在拉杜的授意下假装不合作，直接换了个死刑。回到帐篷的拉杜则连夜起草了一封信，那是一张画好的草图，标出穆罕默德帐篷的位置和他独自一人在帐篷的时间。于是弗拉德收到了这个纸条。